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了阿伦才陪你看这一本的护身画集的时候啦。今天是第15讲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8个图画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个标题的呢就叫清明啊，正好再过2天，就是清明节咯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原文吧。孙吴时代，襄阳人季幸存养了一只名犬，叫做乌龙，时刻跟随在左右。有一天，他到城外朋友家里赴宴，喝得大醉，回到家的时候，在半路上倒在茅草中睡着了。恰巧邓霞太守出城打猎，因为动物都躲藏在野草中，为了逼他们跑出来，就用火把茅草点燃。季幸存熟睡的人事不知，狗看到火一直烧过来，用口咬着他的衣服，也叫他不醒。狗见附近小溪里有水，就跳入水中，让全身湿透，在季幸存的周围打滚，把草浸湿，阻止火势。最后来不及去净水，就用自己的身体在火上滚来滚去，将火扑灭。季幸存才没有被火烧着，但是狗却为他丧命了。等他酒醒，见四周茅草都已烧光，唯有自己身旁没有烧到，又见他的狗已经死了，身上的毛还是湿湿的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不由伤心大哭起来。太守听到哭声，和他的侍从过来问他到底是什么事。季幸存把缘由说出，大家听了都不禁为狗叹息。太守并叫人买了一口棺材，把这狗加以衣冠，用藏人的礼节把它埋葬起来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一犬墓还存在呢。好，这又是一个忠犬的故事哦。可以看得出，其实狗狗这个是人类最佳的伙伴，自古以来都一直忠心耿耿的守护着人类。所以呢，从这一个故事呢，这个事迹呢，也是看得出哦，狗的这一种仁慈之心，绝对不会输给我们人类，对吗？其实呢，这些故事呢，都是要告诉我们，动物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，都有这一种仁慈、爱护主人的这一种心。所以呢，也是在劝导我们应该，就是更善待这些动物们。好，我们看第29个图画，旧两，叫做旧雨重逢，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看原文吧。古时陈州地方有一个军士卢某，在官衙中养了2只鹤，它们很温驯。有一天，一只被人弄死了，另一只不断地哀鸣，食物也不肯吃。卢某百般抚慰它，勉强喂它食物，它才吃一点，但总是绕着它的主人飞扑哀叫。卢某对他说：“你要去吗？自往别处去好了，我不强留你。”鹤听了这话，就飞向天空，但在主人的上空徘徊了好久，才一一离去。过了3年，卢某因年老多病，又没有儿女，一个人回到了故乡，住在黄浦溪旁的小屋里，过着孤苦寂寞的生活。这时正是秋末，有一天，他扶着拐杖在树林里散步，忽然听到鹤的凄惨叫声，且在他的上空盘旋不去。卢某就向着空中叫道：“鹤啊，你是我在城中时的老朋友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就应当快下来呀！”话声才落，那鹤居然直飞下来，用嘴拉他的衣服，样子很亲热。卢某很高兴地把鹤带回家，小心地饲养，当自己的老朋友一样看待。过了几年，卢某死了，鹤悲鸣万分，也不吃东西。终于，它也跟着主人死了。亲友们都不甚感叹，就把这一只鹤葬在它主人的墓侧，使他们永远在一起。
又是一个非常感人，一个鹤对它的主人忠心耿耿的一个故事哦。所以这些故事又再度告诉我们，这些动物呢跟我们人类一样，都是很有灵性的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30个图画吧，叫做翡翠双栖，两只鸟哦。好，魏国的公主生得很美丽，喜欢打扮，穿着豪华。有一件衣服上非但绣了花，而且还用真的翠鸟羽毛缝贴在衣服上。有一天，她穿了这件衣服进宫，魏太祖看见了，就正色地对她说道：“快把这件衣服脱下来给我，以后不许再用羽毛来做装饰。”公主笑道：“一件衣服用得了多少羽毛？”太祖道：“你是一国的公主，你穿这样的衣服，恐怕宫廷中王亲贵族都会模仿，一般民女也会同样的穿起来。商人只要看到有利可图，便会想尽方法去抓鸟，以供应羽毛。那时所杀的生命就不可以数计。因为是由你所引起的，这样你的罪过就很大啦。”好，这一个故事呢，其实可以看得出这一个叫做魏太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一件事情的对与错，并不是单单看这一件事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的是它的这个影响有多深远，有多广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事情，都跟着模仿，那么它的这一个影响的范围呢，跟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非常的谨慎，到底这一个事情长远来说会不会造成很多的这一种坏处呢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一个故事呢，也就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因为这一些鸟是这种小动物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平白无故的就用它的羽毛来做这一些装饰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咯。好，拜拜。